许律师，你的外卖。外卖？我没点外卖。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。那一定是送错了。我从来都不吃外卖，另外我也没有国内的订餐软件。哦，哎，在这儿呢你。哟，阮月，你到了。你订的炸鸡呢？我给你买的可乐都送到楼下了。可乐配炸鸡，绝配啊，兄弟！炸鸡呢？这儿。哎，你给拿上来的啊？那正好，咱一块儿吃。哥，别说，阮玉学姐现在可能已经不喜欢你了。就算还有点什么，她心里那个人也根本不是真的你。她连你爱吃炸鸡也不知道吧？哼哼，你要是摊牌了，她能接受真实的你吗？刘律最近跟律所的同事组了一个减肥小组，谁要是点了外卖被别人发现了，就要在公司的群里发疯跑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刘律，下次如果还想吃的话，还是可以以我的名义，我会帮你瞒着。但是我要提醒一下，炸鸡非常不健康，以后要少吃。行，好嘞，明白。那许律，你自律。当然，哎，好嘞，来，蕊玉，我给你倒点可乐吧。可乐配炸鸡，哎呀，完美。谢谢。许律，你也就别喝可乐了，可乐也不健康。真好吃。香哦。明明，你想吃鸡腿吧？你吃。你刚不还说过能吃2个大鸡腿吗？我想吃黄瓜炒鸡蛋，我吃这个就行。鸡腿无所欲也，许怀颂亦无所欲也。两者不可得兼，舍鸡腿而取许怀颂者也。真不吃啊？不爱吃。那就归我了。我正好出门前也吃过饭了，现在也不饿。刘律师，你多吃点。哦，你也不吃？那蕊玉，你把这个饮料喝了吧。香啊！许律师，你喝点饮料吧，这个应该是你爱喝的，也比较健康。谢谢。送亲一杯纯正黑咖啡，祝亲开启活力的一天。上回许律师喝咖啡也像喝可乐一样，不苦吗？习惯了。许律师，你喝的是什么呀？黑咖啡吗？我还是头一次见人喝黑咖啡喝这么大口的。习惯了。可有些事情啊，苦不苦的，只有自己才知道，对吧，许律师？真好吃。那我打了。你好，我是阮玉，
请问是岑思思吗？我是学姐，我存过你号码了。身份确认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的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本来何姐的事情，我打算请律师和你谈，但我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应该先跟你聊一聊。其实前段时间有家影视公司跟我聊过版权改编的事儿。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他们希望我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丑闻，否则的话，影视改编也会被搅黄。学姐，我这里信号不太好，要不我们还是当面聊吧。1点在南湖茶餐厅见，怎么样？离你家也挺近的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见。他好像有所警觉了。从这里去南湖餐厅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，我现在就过去吧，以免出岔子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机会只有一次，我陪你去。录音笔，上推录音，下推保存。谢谢许律师。本来觉得打电话套话也没那么难，但是真要见面了，感觉心跳都加速了。做套眼保健操吧。啊？你小说里好像有写，看起来有用。对不起，签错了。签错了。那对的人是谁啊？渣男。小说嘛，都是骗人的。做眼保健操是骗人的，还是喜欢我是骗人的？眼保健操管什么用？那天明明是骂了他100遍渣男，才成功冷静下来睡着的。师姐，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跟你当面解释。思思，我考虑过了，何姐没有问题。但是我现在的律师不只代表我的个人立场，还为影视方考虑。为了不影响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，他们要求你在道歉声明中承认自己不仅发布过污蔑我的长微博，也曾煽动水军攻击过我。
我没有啊，学姐。啊，我也知道发这样的声明确实是挺难为人的。但影视制作公司的意思是和解不成就继续起诉。可是学姐，我真没要故意攻击你。我当时发那篇帖子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真就是那么以为的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温香啊。后来那篇帖子它自己发酵到那么高的热度，跟我真没关系，那就是网友自发的行为。思思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的。你就算现在不承认，等之后调查起来也会被发现的。咱们呢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，你是我的师妹，我当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不好看。那学姐，你能不能先撤诉啊？你看你撤诉了以后，还是可以找律师把事情查清楚，咱们庭下和解，和和气气的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可万一我撤诉了，有心怀不轨的人给我挂一个心虚的名头，再怂恿写诗人起诉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学姐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如果对话陷入僵局，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思路，尝试换个话题带动他的情绪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思思，其实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好。我知道，以现在的这种情况，别说影视版权卖不出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网站跟我解约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怎么会呢，学姐？你可是网站的摇钱树。现在作者一茬接一茬，很快的。但我被清河网踢出了局，别的网站肯定也不会再签约我了。学姐，你多虑了。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至少石灿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毕竟你当年在学校那么关照他，对吧？他现在那么忙，不会顾得上这种小事儿的。我本来还想，只要真的是你买的水军，有石灿这层关系在，至少我还可以求求你。那不然，学姐你就求求我呢？真的是你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香是我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不也没信吗？你不是说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才有的文学梦吗？你未免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？从那时候就开始抄了吧？一篇抄袭的文，凭什么数据那么好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真相，就是没想到，学姐你也太不堪一击了。我不过就是买了那么一点儿水军，你就不行了？姐姐，对不起。
抱歉啊，没看准孩子。没关系。我发现陈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。刚刚在想什么？许律师，幸好你刚才眼疾手快，不然我差点就露馅了。表现还不错。我的演技，是不是能上8点档啊？够糊弄外行的。意思他是内行，那我这演技在他面前，陈辉，一会儿你送一下阮小姐，记得把录音备份给她留律。好。许律师，你不回律所吗？对，我要去机场了。你是现在就要飞回美国啊？嗯。那你这次是专程为了我的案子飞回来的？在阮小姐眼里，我是这么闲的人吗？还是多谢许律师今天陪我来取证了。你工作这么忙，多注意身体。开车注意安全啊！学姐，刚才是我情绪失控了，说了很多违心话。其实我没做那些事儿的。你还在南湖附近吗？这是反应过来被录音了，来找补了吧？不方便，还是之后法庭见吧。Come in. Hello? Hello, Mr. Shu. It's for you. Flowers for me. It's the flowers that you bought. And don't worry, the pay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. Can I help you move in? Sorry? No. Oh, what's the problem? I just really don't need them. And do me a favor, and sort them out. No need? Thank you. Okay, okay. Bye. 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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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 主人来电话了。喂，给你地址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家里塞满东西的，什么东西啊？一盆非常丑的花。啊，哎，丑吗？那花是阮玉特地买来感谢你的。我想来想去，给你房间里添点生机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而且 Sir, excuse me, sir. I'm sorry. Can you bring the flowers back to me? Why? Thank you. Okay, no why. Bye, bye. Bye. 许怀宗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没好好表示表示？当然表示啦。你看，我送了他花，刚牵手。果然啊，写言情小说的人就是会玩浪漫。送的什么？是卡布奇诺还是蓝色妖姬？哦，卡罗拉也不错。长寿花，既能清热解毒，又能安神醒脑，还有助于睡眠。
他经常国内国外的来回飞，就有助于他倒时差，很适合他。走实用路线啊，也未尝不可。那是只送了他一个人吗？哎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没事，这不重的。放哪儿，猫哥？放那儿。行，往这个角落，放那个角落是吧？那之前那个呢？谢谢。客气了，许律师。其他的资料我已经在整理了，到时候还要再麻烦你了。不用这么客气。嗯。谢谢姚丽蓉让我去趟公司，不知道又要发什么疯。感谢委托人阮小姐送的发财树。你刚在电话里说，而且什么？哦，我是说阮玉给整个律所都送了，也不好少你那一份嘛。解约？您的意思，我们现在要跟温香的新书解约？你知道这些日子有多少网友到我们的官博底下骂吗？说我们要出版抄袭的作品，不要脸。抄袭这件事，我们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？写诗人本人出面澄清，剩下全都是苏成他的带节奏，他的污蔑温香。舆论爆炸的时候，真相还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！真相不重要，要法律做什么？这些舆论都是苏成恶意挑起来的，温香已经在起诉他了，网友马上就会知道真相。反正我明确地告诉你，3天之内，如果这场抄袭风波还不平息，我们就要终止和温香的一切出版合作。现在跟温香解约，就相当于站边苏成，这会给温香带来适可而止。我知道，你和他是同学，所以你向着他，但是你要搞清楚，给你开工资的是李文，不是温香。您要非说工资的话，当初我刚进立文的时候，公司什么资源都没给我。我看中的作者，但凡有一点起色，就会被别的编辑挖走。是温香，他把大家都看好的小说给我做，100%的信任我。他除了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同学，他更是我事业上最好的伙伴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在这行早就混不下去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做到这个位置，应该也有温香的功劳吧？像现在这么黑白不分、过河拆桥，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合作？沈明英，你最好谨言慎行一点，别让人当靶子。如果当靶子能挡在温香前面，这个靶子我当定了。录音证据在法庭上只能作为辅证，但之前的反调色盘对比，
可以证明小说的独创性表达，把这项工作继续做完。好的。徐律师，第13章我没有别的问题了，晚上我再整理一下。嗯。抱歉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哦。喂。在家。不排除是被告实施的报复行为。SG 的高层应该都最清楚，被告是有能力对炸弹实施远程操控的。那是警察的事情。好，那你们处理吧。抱歉啊。徐律师，你那边是不是太晚了？咖啡又白喝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你那太晚了，我们还方便继续谈吗？行吧。那就第14章。那就第14章，第3段。他原本并不喜欢毛茸茸的动物，直到那天路过艺术馆，看见他在草丛里投喂一只流浪猫。阳光、微风、青草地、猫，还有他，这些所有构成了一幅温柔到极致的画面，投落在他心间。从此后，如同爱屋及乌一般，他开始学着他的样子，去和学校里的每只猫说嗨，却始终没能对他说出那声嗨。许怀颂本来就喜欢猫，我为了粉红泡泡瞎改什么呢？这2句话还真是撞得一字不差。许律师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。你塑造的人物心理是爱屋及乌，那对方并不是。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写诗人的男主是早就知道女主要路过艺术馆，刻意表现了这一出的，所以他不是什么爱屋及乌。是我先入为主了，我忘了他把男主改编成心机男了。心机是贬义词吧？不是，许律师，你别又误会我对这个男主有意见。我很理智、很冷静的在分析的。心机也算是个中性词吧。往好的说，说明这个男主很聪明嘛。
你这咖啡烫不烫啊？你快给它擦擦吧，徐律师。不烫。徐律师，他多大了呀？有没有打完疫苗？他现在能洗澡了吗？疫苗都打过了，大概6个月左右。哦，行，那你还是帮他洗洗吧。这小猫咪舔到了残留的咖啡，可能会有危险的。案子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。怎么洗？你不会？这不是你的猫吗？那是谁寄养在他这的？怎么洗？你需要给它准备猫浴液，吸水毛巾，最好还有烘干机，然后把小猫放在澡盆或者洗脸池洗都行。需要用38到40度的温水。你要知道。我现在要做什么？你先把水温调一下，等会儿别用花洒直接淋它。然后呢，先把水放到澡盆，水位一定要稍微浅一点。它可能有点害怕，你动作稍微轻柔一点。现在应该怎么做？你可以左手捏住它的脖子，下手不要太重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右手沾水，慢慢把它的脖子以下打湿，就可以给它上浴液了。你注意一下水，别呛了它。洗好了。哦，好，徐律师，那你拿那个吸水毛巾给它擦一擦，再给它送到烘干箱里面，擦的时候轻一点，然后烘干机的声音也调小一些。原来他也喜欢猫啊，真好。
许律师，我还在这呢。哦，我吗？我要洗澡。